爸妈退休后，小姨带着自己孙子上门。现在你们都退休了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帮我带带孙子，就当是体验当爷爷奶奶了。我们家人多收入少，你和姐夫的退休金又高，家里就只有一个女儿，养个孩子根本没压力。咱们可是一家人，你帮我带孩子，不就等于是帮你自己带吗？正在收拾行李，准备带我爸妈去旅游的我一脸懵逼。小姨，你们一家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了吗？还是你和哥哥嫂嫂都要死了？你今晚是来托孤的。眼见小姨脸色越来越黑，我好心提醒，要都不是的话，弃婴罪可是很重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话音刚落，小姨的脸色已经可以滴出墨汁来了，爸妈脸上的表情也十分精彩。碍于小姨还在场，他俩也在极力忍耐。我爸背地里悄悄给我竖起了大拇指。缓过神来的小姨脸色瞬间通红，咬牙切齿地朝我怒吼：苏小棠，你要死啊！竟然敢咒我！尖利的嗓音吓得怀里的孩子浑身一抖，紧接着就扯着嗓子嚎。小姨双眼瞪得老大，但也只能先耐着性子哄孩子。等到孩子安静下来，我慢悠悠开口：小姨，你是不是怕自己死了之后孩子没人管啊？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理的。你前脚入土，后脚我就给这孩子改名记在我爸名下，一定对他视如己出。小姨闻言，激动地从沙发上跳起脚：这是我孙子，你们想都别想。我挑眉：哇哦，原来你也知道这是你孙子啊，我还以为小姨忘了呢。这话要是传出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今晚是来托孤的呢。我爸实在忍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小姨眼眶通红，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条，看着我妈，憋了半天才勉强找回自己的声音：姐，你就这么眼看着你女儿糟蹋我吗？我妈憋着笑，无奈开口：她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别生气，不过这是你孙子，我怎么好接手带的？万一磕了碰了，有头疼脑热的，外甥媳妇心里肯定要怪我的。小姨却不以为意：那不会，她要敢怪你，我第一个就不答应。你放心带就是。现在你是退休可以享清福了，可怜我还要带孙子，你都不知道，这孩子有多难带，比上班累多了。我在旁边嘿嘿一笑，原来小姨知道带孩子比上班累啊。那你怎么好意思让我妈带孩子？你去上班享福的，不是要死了，也不是得病了，就是管生不管养呗。难道就因为你脸皮厚，我妈就活该替你带孩子？我每说一句，小姨的脸就黑一分，每个字眼都像子弹一样，精准踩到了她的怒点。怒到极点之后，她彻底忍不住，扯着嗓子嘶吼：苏小棠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爸你妈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了？这声巨吼让家里的玻璃都抖了几抖，刚哄睡的孩子又歇斯底里地哭起来。我养的猫也被吓倒应激，躲在沙发底下不敢出来。小姨越想越气，涨红着脸，张牙舞爪的要扑过来打我，被我爸出手制止：你敢动我女儿试试！一声吼让她稍稍冷静了下来，一双眼恨恨地盯着我，看着她一脸癫狂的模样。我冷下脸，语气冰冷：这时候和我扯什么长辈不长辈了？你有一点当长辈的样子吗？自己的孙子不带，
让我妈替你受累，你就有教养了。姥姥姥爷就是这样教你的，想让我拿你当长辈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我妈兄弟姐妹3个，我妈年纪最大，但却是最晚结婚的。小姨结婚之前，我妈一直在外打工，给舅舅赚钱娶媳妇，直到小姨结婚，外公外婆才想起来给我妈张罗婚事。大舅是儿子，小姨是最小的，外公外婆把钱都留给了大舅，把疼爱给了小姨，唯独我妈，这么多年只得到了欺负。小姨从小就飞扬跋扈，得理不饶人，无理便3分。小姨父因为受不了她的性子，离婚不成便离家出走，再也没回来过。这么多年来，小姨也没有再婚，说是一个人将孩子拉扯长大。但表哥李天赐是我妈一手带大的，几乎都是在我家长大的。李天赐工作后，小姨才提起母子情深，让表哥回去。碍于我妈的面子，少时我对小姨和李天赐也是多番忍让。可没想到，我们的一再忍让，换来的却是他得寸进尺。小姨被我对得脸色通红，一双眼睛狠狠地瞪着我。我打开大门，请她出去。见状，小姨竟又重新坐回沙发。我今天就不走了，除非你们答应帮我带孩子。你们是我最亲的人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带孩子累死是吗？行啊，都逼我是吧？都想我死，那我不如现在就去死。一边说一边抽自己巴掌，癫狂的模样给我妈吓一跳，连忙上前制止她的动作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是我亲妹妹，我怎么会逼你呢？小姨一把拽住我妈的手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长姐如母，你不能不管我，你难道忘了咱妈临走前说的话了吗？我妈尴尬的想要起身，却被小姨牢牢拽住。我也不让你带多久，等孩子能上幼稚园了，我就给送去学校，最多到4岁。我周末休息的时候也会带回来，你也能休息2天。小姨一副为我妈着想的语气，给我生生气笑。我走上前将我妈解救出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按照外面育儿嫂的价格算一下工资吧。现在一个育儿嫂的市场价最便宜的是1万1个月，看在你是亲戚的面上，给你打个8折，1个月8000。我调出手机2维码，先付钱，再上工。小姨呆愣愣地看着我，下一秒就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尖利的指甲直直指着我的鼻子，眼里是无尽的怒火。你个不要脸的贱丫头，敢问我要钱？你是攥到钱眼里了吗？我后退一步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是的呀，我就认钱，给钱，给你带孩子，这是我妈的工钱，孩子一切用品我们可不负责，不给也行。我刚好也知道市里福利院地址，他既然没人要，我就给送去。每说一句，小姨眼里的怒火就更甚一分。你，她哆嗦着手，拟了好半天莫说出一句话。见她说不出一句话，我正准备上前请她离开，小姨却不知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咧嘴一笑。你们不带也行，但你们得给我请一个育儿嫂，或者你们把钱给我，我自己请。育儿嫂其实也行，总归是培训过的，比我们自己带的要好很多。她自顾自地说着，仿佛这件事已成定局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，仿佛听见了世上最好笑的笑话。你是菌子吃多了，还是真脑子有问题了？我们出钱给你家请育儿嫂。小姨白了我一眼。对啊，刚刚不是你说的请育儿嫂吗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请个育儿嫂省心省力，这样我就可以出去上班，你们也不用帮我带孩子了，一举两得。理直气壮的语气，瞬间让人怀疑我才是那个菌子吃多了的人。小姨以为自己想到了好办法，
兴高采烈地掏出手机，现在就转给我吧。我好赶紧去找玉儿嫂。见我们一家都默吭声，小姨连着催促了几声，眼见我们一动不动，她有些不耐烦了，转身就要去卧室翻找银行卡，给个钱还这磨磨唧，真不爱看你们抠搜那样。一边翻柜子，一边骂骂咧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拿起柜子上的鸡毛掸子，对着小姨狠狠抽了下去。哪里来的孤魂野鬼，赶紧从我小姨身上下去！一棍子下去，小姨被打得上蹿下跳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：死丫头，我是你小姨，你敢打我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我手中掸子不停，越打越起劲。妖魔鬼怪快离开，速速喊我小姨来，哪路好汉，快快退散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滚回你的阴曹地府！小姨被打得嗷嗷叫，一边躲一边向我妈求救。可这次我妈选择了冷眼旁观，怕殃及无辜，早早将婴儿抱在怀里，对小姨的哀求视而不见。最后还是我爸看不下去，拦住了我。小姨缩在地上瑟瑟发抖，头发也散成一团鸡窝，嘴里却依旧骂骂咧咧：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要给我儿子打电话，居然敢对我动手，我要让我儿子来打死你！我将鸡毛掸子狠狠摔在他身上，还是赶紧去医院挂个脑科，好好看看脑子吧。实在不行，挂个皮肤科，脸皮总这么厚也不是个事啊。小姨被我说得面红耳赤，从地上爬起来就要扑过来打我。死丫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我爸先一步冲上去，一把将她掀翻在地。看在你大姐的面子上，我今天不打你，再敢骂我女儿一句你是事！我爸本就人高马大，往那一站和一堵墙似的。小姨披头散发地趴在地上，看着我爸的眼里满是畏惧。你们都欺负我，儿媳妇欺负我，儿子也不听话，亲姐姐纵容孩子打我，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我妈打开大门，冷冷道：要死去外面，别死我家。小姨愣在原地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妈，想要发作，却畏惧我和我爸，眼泪憋了半天，也没干哭出声来。她说不过我，又害怕我爸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起身就跑。我不管，今天这孩子你们必须帮我带，要么你们把孩子扔了，要么我就死给你们看，反正这孩子我是一天都带不了了。说完，便以闪电般的速度夺门而出，矫健的身手就连我这个年轻人都愧之不及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只好先安顿好孩子，折腾了一晚。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爸妈脸色苍白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。原本还有些心软的我妈，说什么都不愿意带孩子。小姨的电话自然是打不通的，我妈打给了表哥，但电话那头的表哥语气不耐：不就是让你们帮忙带带孩子吗？怎么那么多事？我不要上班的吗？你已经退休了，大把的时间闲着不也是闲着？我妈整天带孩子已经够累的了，就不能让我妈休息休息几天？理直气壮的发言，气笑了我们一家三口。最后还不等我妈拒绝，表哥便以上班为由挂断了电话。我二话不说，抱着孩子就出了门，又借了社区门口水果摊的大喇叭，打了车直奔表哥公司。我也不进去，就站在他们公司门口，对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喇叭一开，全民吃瓜。天行公司的李天赐真的太孝顺了，为了自己亲妈，自己亲儿子都不要了，因为心疼自己亲妈带孩子辛苦，就要把孩子送给我家，害怕自己亲妈花钱，就非要我们家出钱给他家请个育儿嫂。老话说得好，母子是真爱，孩子才是意外。我们这些亲戚出钱出力，
就是为了成全他一片孝心。我们只是希望他能来多看看孩子，总不好寒了父子亲情。正值上班高峰期，大堂人流来来往往，纷纷驻足等着吃瓜。我将自己刚才那番话录下来，回圈播放。莫等多久，表哥李天赐便不负所望地匆匆而来，看到眼前一幕，惊得一双眼瞪得老大。苏小棠，你要死啊！赶紧给我把喇叭关掉！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，你是想害死我吗？你把我妈打成那样，我还没去找你呢，你倒先找上门了。他要来夺我的喇叭，被我闪身躲开，这怎么是害你呢？我是怕你忘了自己还有个儿子。再说了，你妈那是被小鬼附身了，不然怎么能说出那么不要脸的话？我是在帮你们，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？李天赐急得团团转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不要自己孩子了？我和你嫂子要上班，我妈身体不好，就是想让你妈帮忙带几天而已，怎么跟要了你命似的？你把我妈打成那样，我没报警抓你就不错了，少在这血口喷人。我冷笑着，拿起喇叭，音量开到最大，对着他大喊：生不起就不要生啊，养不了就不要和自己老婆上床啊。10个月前你脱裤子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你妈身体不好？哦，做的时候光顾着爽了是吧？爽完了就不负责了是吧？一语激起千层浪，人群哄堂大笑，议论声几乎要掀翻整个大厅，各种意味不明的神色都集中到李天赐身上。被行了注视里的男人脸黑到开始扭曲。苏小棠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再胡说八道我抽你信不信？我眼尖地注意到有几个领导模样的人也驻足在人群中，盯着这一幕。李天赐显然也注意到了，额头上肉眼可见地滚下汗珠。我将孩子递出去，欺负我妈那么多年，以前我小，但现在我已经不是孩子了，谁孩子谁自己抱回去，管不住自己下半身就不要生，要么把孩子抱回去，要么我现在报警你遗弃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话音刚落，那几个领导模样的人赶紧站了出来，别报警别报警，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，别激动。李经理，这是你私人生活，你要是处理不好的话，公司会帮你处理，但要是因为这件事影响到公司名誉，我们有权向你追责。李天赐微微弯着腰，满脸通红，一脸的唯唯诺诺，连连点头表示一定能处理好。说着便当着领导的面拨通了小姨的电话。莫等多久，小姨穿着睡衣匆匆赶来，看到我的时候，两眼几乎要喷出火来。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知道小姨一家莫憋好屁，所以将孩子送走当天下午，我就带着爸妈登上了去海南的飞机。海边风景如画，海风吹得人飘飘欲仙，要是没有舅舅的电话轰炸，一切都很美好。你们还有心思旅游，还不赶紧回来？视频画面一转，小姨躺在病床上，鼻子上插着管子，哎呦哎呦地叫着，舅舅则是一脸的正气凛然。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都敢对他小姨动手了。他小姨现在已经住院了，医生说是怒火攻心，天赐的工作也丢了，你让他们这一大家子以后怎么办？你赶紧回来收拾你女儿的烂摊子，给小妹一家子一个交代。听到李天赐的工作没了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天道好轮回啊，老天还是开眼的。你看看，报应这不就来了吗？视频对面有一瞬间的静止，接着便是滔天的怒火。舅舅气得脸色通红，小姨的哀嚎也尖锐无比。李天赐抢过手机，对着视频咬牙怒吼：苏小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被公司开除了，现在你满意了，我警告你，赶紧滚回来，否则的话，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。
我轻嗤一声，不回。如何呢？不论舅舅如何说，我都是一句不回。没时间，爱怎么办怎么办。我的语气成功激怒了李天赐，他气得整张脸都在颤抖，对着视频冲我张牙舞爪。苏小棠，你最好能在外面待一辈子，你只要回来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怒吼声响彻这个病房，即便是隔着电话，我也能清晰地感受他的怒火。而愤怒的结果，就是被保安强行请出了医院。舅舅接过手机说要和我妈通话，我妈刚一拿到手机，他就开始道德攻击。大姐，咱就这一个小妹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小妹遇到困难了，咱们大家能帮就帮，现在不就是让你帮忙带带孩子吗？怎么就不行了？你是大姐啊，得带好头才是。你现在这样，是忘了爸妈临死前说的话吗？我妈被说得面色通红，试图替自己辩解，但舅舅和小姨根本不给我妈开口的机会。好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小妹身子不好，你做大姐的体谅一下，咱们兄弟姐妹都领你的情，这个家可不能因为这点事就散了。大姐，你是老大，爸妈可都在天上看着呢，小妹是他们最疼爱的孩子，你这是要让爸妈在天之灵不安吗？小姨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。爹娘啊，大姐狼心狗肺啊，你们走了就不认我们了，都欺负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娘啊，你来带我走吧，我活不下去了。我爸叹气，他一辈子窝窝囊囊，即便是心疼我妈，也最多就是不让我妈做家务带孩子。我妈的事，他一向做不了主，被两人打着外公外婆的名义这么夹枪带棒，我妈根本招架不住，只能求救地看向我。糖糖，不行，我厉声打断，舅舅这么心疼小姨，那就把孩子带去你家好了，反正舅妈不也在家待着莫上班吗？就当是帮表哥提前演练带孙子了。话音刚落，舅舅想也莫想就拒绝了。那不行，你舅妈每天下午要去打麻将，哪有时间带孩子？舅舅怕舅妈是众所周知的事，他当然不敢随便答应。我冷哼一声，小姨是你亲妹妹，我妈也是你亲姐姐，尊老爱幼啊大舅，你既然这么注重亲情，当然是你最适合帮小姨带孩子了。此话一出，电话对面沉默。小姨大声嚷嚷，不行，给你舅妈带我不放心，我只相信你妈。大舅听到这话也连连表态，对对对，你妈带最合适。小棠，你迟早要嫁出去的，家里事就别管了。就这么说了，大姐你们赶紧回来，小妹的孙子这2天都没人带，外甥媳妇都有意见了。我没忍住爆了粗口，她有意见关我屁事，让我们回去给你带孩子，做梦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，又顺手将我们一家3口的微信退出了以大舅为首的家族群，电话微信统统拉黑删除一条龙。做完这一切，身边的空气都香了起来。我妈原本还有些担忧，但在我和我爸的安慰下，很快就放下心来，跟着我一路吃吃喝喝。期间我们一家的手机接到无数陌生号码的电话和短信，无一例外的全都被我拉进了黑名单。开开心心的和爸妈玩了将近半个月才回家。前脚我们刚进门，后脚我家门铃就响了。李天赐和小姨拎着一把斧子，将我家门口堵得严严实实，大门被砸得哐哐响。我看到你们回来了，给我滚出来！禽兽不如的玩意儿，把我妈打成那样，害我被公司辞退。别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了，你们要是不开门，我就砸了这扇门，看你们往哪儿躲。小姨也跟在后面骂骂咧咧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砸进去。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下场。
两人面目狰狞，眼里全是怒火。见我们一直不开门，李天赐拎起斧子，拿出了一把斧子。看来你们是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等我们砸进去，看你们怎么躲。他举起斧子正要往门上劈的时候，我按通了门铃。我已经报警，远警很快就到。你今天敢动手，我就敢把你送进去。强闯民宅，持械伤害，3年以上，但我会不计一切代价，按照最高刑罚起诉，判个10年轻轻松松。李天赐只犹豫了一瞬，又立马不屑嗤笑：当我是吓大的吗？你这话吓唬别人还行，别想唬住我。今天要是不给我妈除了这口恶气，我就不是人。说着，他便真的开始劈门，一斧子下去，木质大门瞬间被豁开一道口子，巨大的声响震得人耳朵开始轰鸣，整个楼层似乎都在跟着颤抖。大门太厚，李天赐一斧子没劈开，又举起斧子一刀接一刀地劈过来。我妈被吓得瑟瑟发抖，我爸拿着拖把站在我们面前。远警赶到还要等一会儿，我只能先打了物业电话，让他们多派点人上来。没一会儿，外面传来吵闹声，是物业带了一大群保安上来了。李天赐举着斧子和他们对峙，扬言只是家事，与外人无关。这家人偷了我的东西，你们要是敢拦，那就是包庇犯罪。等上了法庭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跑不掉。李天赐的话让物业有些犹豫，我赶紧打开可是门铃解释。他血口喷人，拿着斧子劈门，他能是什么好人？我已经报警，远警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我们家每年交那么多物业费，可不是让你们吃白饭的。李天赐和小姨听到我真的报了警，面上一慌，但仍强装镇定。你报警也没用，是你先动手打人，就算闹到法庭，也是你有错在先。我不过是来给我妈讨个公道，远警来了也管不着。物业并不想得罪人，但又不敢放任李天赐继续砸门，只能好言相劝。李天赐一边和物业纠缠，一边往电梯挪动，想赶紧脱身离开。可谁知电梯门刚开，里面就冲出来一群远警，看到手里拿着斧头的李天赐，二话没说就将他按在地上，黑洞洞的枪口立马抵上他的头顶，手里的斧子也被夺下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等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李天赐的手腕上已经多了一副玫瑰金手镯。小姨缓过神来之后，立马尖叫着冲向远警：放开我儿子，他是冤枉的。2名远警将他拦住，语气严肃：冤枉不冤枉的，得等我们调查之后才知晓。你既然也是当事人，就和我们一起回警局吧。看到2人都被控制住了，我和爸妈才敢打开门出来。警局里，小姨激动得唾沫星子乱飞，扬言是我先动手打她的，还拿出了医院诊断书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呢？远警问他。小姨眼中闪过一抹怨毒，谁和他们一样狼心狗肺？看在都是亲戚的份上，我想着算了。结果他居然跑去我儿子公司闹事，害得我儿子的工作都丢了。我呵呵一笑，掏出手机，找出当时小姨在我家翻箱倒柜的监控录影，看清楚了，你这是入室盗窃，我是正当防卫，你家孩子还要我们请育儿嫂，真以为自己脸皮厚就能为所欲为了？入室盗窃加意图伤害，判你个3年5年不是问题吧？远警看过视频也跟着点头，他说的没错，你们要是有证据也可以拿出来，可他们哪里能有什么证据？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无理取闹来的。果然，远警的话一出，对面母子俩终于开始慌了，说话语气也软了下来。小姨一边哭一边求我们不要和他们斤斤计较，几乎都快要跪下来了。大姐，
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难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干这种蠢事。李天赐也跟着道歉求饶，求我们放他一马。他们知道我妈心软，所以只一个劲的在我妈面前哭诉。可这段时间的事情，早已让我妈看透了小姨，想也莫想就拒绝了。见怎么求我妈都不管用，小姨最终恼羞成怒。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就是杀人凶手，不就是想逼死我吗？行啊，我明天就去死，等我死了，我就去问问爸妈，他们就是这么教你当大姐的。小姨依旧是老一套，用外公外婆要挟，可我妈依旧神色淡淡。那你顺便帮我问问，他们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？说完，便带着我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警局，坚决要求远警按照法律程序走，丝毫不管小姨撕心裂肺的怒吼。回家之后，我爸连夜找人换上了新的大门，这次的大门不仅加厚，还加装了防盗功能，只要有人破门，立马就会触发自动报警。没几天，李天赐就被正式逮捕。远警给我们打电话，说会按照刑事案件走流程，最少判3年。小姨在接到通知当天，气急攻心晕倒在地，还是舅舅将她送去了医院。李天赐的老婆得知后，也闹着坚决离婚，孩子也被带走。小姨听到消息，又一次被活活气晕，醒来只剩下了哭。舅舅看不下去，跑来找我们，也被我妈强硬地挡了回去。眼见我妈软硬不吃，小姨没了办法，竟然跑到了我公司楼下。我接到消息的时候，正好不在公司，同事小丁给我打的电话：小唐，你家亲戚来公司找你了。小丁火急火燎地给我发视频，小姨跪在公司楼下，身后还拉了条横幅：不孝子孙苏小唐，殴打长辈，欺辱寡母，断我子孙，天理不容。他手里拿着一个喇叭，回圈播放横幅上的内容：老天爷，你开开眼吧，还我母子一个公道吧。小姨跪在地上哭得肝肠寸断，说我欺负她孤儿寡母，害她家破人亡。大厅人头攒动，人人都想凑近吃瓜。小丁在电话里安慰我：你别担心，公司已经报警，远警很快就到，但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了，你的名声怕是不好了。名声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我一向不在乎，更何况和这种不要脸的人碰上，不死也能惹一身骚，躲是肯定躲不掉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彻底绝了他这个后患。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，能不能麻烦你再帮我办件事？小丁听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公司大厅一直都是有个大荧幕的，平时空着也不怎么用，刚好今天让我物尽其用。我让小丁将我家的监控视频传到了荧幕上，小丁还贴心地将大荧幕连接上公司大厅的音响。瞬间，小姨尖利的嗓音回响在每个人耳边：你们退休金那么高，养个孩子没压力，你们给钱，我去请个育儿嫂，看你们抠搜那样，给个钱还这么磨叽，要么你们把孩子扔了，要么我就死给你们看。人群诡异的沉默，下一瞬，哄堂大笑。小姨从一开始的呆滞到恼羞成怒，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。我看着小丁传给我的视频，发自内心的感叹，公司的音响设备真好，音质100%还原。笑声中，小姨还试图拿着喇叭大吼，想要盖住音响的声音。这视频都是假的，都是她剪辑过的，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。苏小棠就是一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，我从小对她那么好，她不仅殴打长辈，现在还造谣我，她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贱人，就是看我好欺负，想要活活逼死我。
小姨可能以为像我这样做就可以逼得我让步，但是她忘了，公司和公司是不一样的。她也没蹦跶多久，远警就来了，直接以寻衅滋事为由将她押上警车。没多久，我们也接到了远警的电话。电话里，我丝毫没有留情面，你们该拘留拘留，该罚款罚款，没什么好调解的。下一秒，电话那头传来小姨滔天的怒吼：苏小棠，你个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付出代价，但他们母子俩已经付出了代价。小姨大闹公司的事被有心人发到了网上，她的事迹被大肆宣扬，很多行销号也跟风剪辑，小姨的形象也被塑造成一个试图吃绝户但被反杀的蠢货。自此，她也彻底出了名，不论走到哪儿都有人对她指指点点。李天赐老婆提出了离婚，趁着小姨被关押，将孩子藏了起来。小姨被关了14天，出来后到处想办法捞儿子，眼看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想来我家找我妈求情，但家里空无一人。我早就将爸妈送去外地度假，她又想去我公司堵我，可她根本无法靠近公司大楼。最后小姨没了办法，跑去找舅舅，任小姨如何哭闹，舅舅始终都没有露面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小姨才发觉自己身后空无一人。3个月后，李天赐的案子开庭，毫无意外的，他被判了3年，连带着他的离婚官司，法院也给直接判离。小姨当庭哭得撕心裂肺，说他只是个孩子，跪在地上求审判长开恩，一边说一边跪在地上磕头。但审判已定，想要重判只能上诉。李天赐哭着喊自己是冤枉的，当庭便提起了诉讼。被带走前，他还在叫嚷着，让小姨一定要救他。小姨回来后，立马就卖了房子，四处奔波游走，只为给自己儿子找到最好的律师。可能是救子心切，他的钱全都被一名自称红圈律师的人给骗了。对方说认识法院的人，只要钱到位，一切都好办事。小姨想也莫想，就掏出了自己全部积蓄。他以为这次肯定能捞出李天赐，开始在我们面前得意洋洋，扬言等自己儿子出来，一定会给我们颜色瞧瞧。可对方拿了钱之后，事情却一拖再拖，直到再次开庭前才终于拖不下去，直接拉黑了小姨，卷款跑路，钱没了，儿子也捞不回来。当庭上诉还被判得更重，直接判了5年。这次不论李天赐怎么哭喊，都无济于事，等待他的将是5年的牢狱生涯。法锤落下的瞬间，小姨也跟着晕倒在地，被送到医院，好不容易抢救回来，人醒了，却也瘫了半边身子。医生说是受了刺激导致的偏瘫，下半辈子只能躺在床上和轮椅上生活。小姨的房子没了，临时租的房子也到期，房东知道她瘫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说什么都不肯再继续租房子了。她没有地方住，也没人照顾她。又想起了我妈，我以为我妈看到小姨如今的惨状会心软，但这次我妈坚定地拒绝了。不论这次怎么说，谁来说，我妈全都冷硬地拒绝了。小姨在我妈这里彻底没了指望，又将矛头对准舅舅。可舅舅的面还没看着，舅妈就先给他打了出来，害自己亲儿子进监狱。有你这样的妈真是造孽了，吸自己亲姐姐的血就算了，现在还想让我家帮你出头，有多远滚多远，多走一步我都嫌你晦气。但小姨实在没有地方去了，只能死皮赖脸赖在舅舅家。不论舅妈怎么打骂，就是不肯离开。她说自己母子俩就是听了她的话，才跑来我家闹事。如今她现在变成这样，
全都是舅舅的错。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在你家。最终闹得舅妈要离家出走，2个孩子扬言也要跟着离开。他也来找过我妈，想要我们家出钱帮小姨，被我3言2语对回去，灰溜溜的走了。舅舅只能自己出钱给小姨找房子，请保姆，但舅妈却扬言舅舅只要出钱，他就立马离婚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小姨只好拿出外公外婆临死前留给她的老家宅基地，将宅基地给了舅妈，才勉强在舅舅家的杂物间住下来。至于过得怎么样，全靠舅妈心情。我妈听说后，只叹了一口气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我就是从前太心软，才会遭受这次的无妄之灾。我和我爸听到我妈这样说，发自内心的为她的改变感到高兴。1年后，监狱中传来消息，李天赐在狱中与人斗殴致残。小姨得知消息后彻底疯了，整日蜷缩在舅舅家杂物间喃喃自语。舅舅不堪重负，当天就把小姨连人带轮椅扔进了养老院。我陪妈妈去看过他一次，去的时候，他正对着空气嘶吼，都怪那个贱人。从养老院出来，窗外的梧桐叶飘落，像极了他支离破碎的人生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